儿媳妇，假离婚买房能省200万税费。婆婆兴奋地拿着计算器，眼中闪着精明的光芒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到手的便宜，就是走个过场，很快就复婚。丈夫在旁边点头附和，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。我握紧双拳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：你们把婚姻当什么？当儿戏吗？别闹了！婆婆不耐烦地挥手：妈，这是为了家里好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好糊弄。你离开了我老公，什么都不是。看着他们母子俩一唱一和的算计嘴脸，在这个炎热的夏日，我的心却凉到了极点。他们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工具人，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，3个月后，当银行收房通知书送到时，我已经挽着总裁老公的手臂，在马尔代夫的海滩上看日落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下班回家，我刚推开门，就听见客厅里传来计算器啪啪啪的声音。婆婆坐在沙发上，眼睛发亮地按着计算器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200万啊，整整200万！我放下包，正准备问怎么回事，婆婆就兴奋地朝我招手：儿媳妇，快过来，妈跟你商量个大事。老公从厨房探出头来，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：老婆，你听我妈说完。我心里一沉，每次婆婆这副表情，准没好事。果然，她拉着我坐下，一脸为你好的表情说：儿媳妇啊，现在房价这么高，妈给你们想了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问。假离婚买房。婆婆说得理直气壮：现在限购这么严，咱们一家人假离婚就能多买1套房，你想想，能省200万的税费呢。我当时就懵了，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假离婚，这是什么馊主意？婆婆看我不说话，以为我被这个聪明的计划震撼了，继续说：妈都打听好了，你们先离婚，然后老公买1套，你再买1套，等手续办完了再复婚，多简单。老公在旁边点头如捣蒜：老婆，就是走个过场，对咱们有好处，反正我们感情好，离婚证就是一张纸。我看着他们母子俩一唱一和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恶心。他们竟然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了一件可以随意摆弄的工具，这还是一个家吗？不行，我断然拒绝，婚姻不是儿戏，我不会同意假离婚的。婆婆的脸瞬间拉了下来：儿媳妇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妈这是为了这个家好，你不能这么自私。我自私？我气笑了，拿婚姻开玩笑的人说我自私。老公赶紧过来打圆场：老婆，你别激动，妈的出发点是好的，现在房价确实高，我不管房价高不高。我打断他：我只知道婚姻是神圣的，不是用来钻空子的工具。婆婆见我态度坚决，开始打感情牌：儿媳妇啊，你想想，这样咱家能多1套房，以后孩子上学、结婚都有保障。你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下一代考虑啊！我冷冷地看着她：那您为什么不和公公假离婚呢？婆婆被问得一愣，随即恼羞成怒：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？我们老2口都这把年纪了，哪能胡闹？所以就让我们年轻人胡闹。我反问。这时老公拉着我的手，用哀求的语气说：老婆，你就听妈一次吧，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看，妈连中介都联系了，时间都安排好了。我这才发现茶几上放着一摞资料，有房产中介的宣传单，有政策解读，甚至连离婚的具体时间安排都写好了。原来他们早就算计好了一切，就等着我点头同意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那些资料说：
你们这是在逼我。婆婆振振有词，什么逼不逼的，这是为了家庭的未来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就是不顾大局。老公也在旁边劝，老婆，现在不买房，以后更买不起，我们就是做个样子，很快就复婚。我看着他们母子俩，心彻底凉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的感受一文不值，我的尊严可以随意践踏，只要能达到他们的目的，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，转身回了卧室，关上房门。我靠在门后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我从来没想过，有一天我的婚姻会被当成一件可以交易的商品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是我在公司法务部的同事小王打来的。姐，听说你家要买房，我今天刚处理了一个案子，有个客户就是假离婚买房的时候，他的话让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，也许这确实是一个机会，只不过不是婆婆想的那种机会。我擦干眼泪，开始在手机上搜索相关的法律条文。既然他们要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主动找到婆婆，妈，昨天的事我想了一夜，您说的对，我们确实应该为家庭的未来考虑。婆婆一听，立刻喜笑颜开，我就知道儿媳妇是明事理的，妈没看错人。老公也松了一口气，过来抱住我，老婆，你真好，我就知道你会理解的。我强忍着恶心，挤出一个笑容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办手续？越快越好。婆婆兴奋地说。妈已经联系好了，下周一就去民政局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表面上积极配合，内心却在紧锣密鼓地做着自己的准备。我偷偷约了律师咨询，了解假离婚期间的财产分割规则。律师告诉我，假离婚在法律上就是真离婚，一旦办理了离婚手续，夫妻共同财产就要分割。如果对方有隐瞒财产的行为，你可以申请重新分割。我把婚后所有的财产都梳理了一遍，房子、车子、存款、股票、基金，甚至连老公的公积金都查得清清楚楚。与此同时，婆婆在家里越来越得意，她逢人就说，我儿媳妇可听话了，让她离婚就离婚，一点都不闹。那天我回家，听见她在电话里跟她妹妹炫耀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好糊弄。我一说为了家里好，她立马就答应了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听着她那得意的笑声，心里的怒火烧得更旺了。更过分的是，婆婆开始指手画脚起来。她说，儿媳妇啊，等离婚后，你暂时搬回娘家住，这样看起来更真实。为什么要搬回娘家？我问，万一有人查呢？你们还住一起，不就露馅了？婆婆理所当然地说。老公也在旁边点头。老婆，就几个月的事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我在娘家住习惯了，不想回来怎么办？婆婆哈哈大笑，儿媳妇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这里是你家啊！再说了，离开了我老公，你还能去哪里？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一个离开了他们家就一无所有的女人。我开始偷偷转移资产，我的工资卡早就不让老公碰，婚前的存款也都在我自己名下。我把能转移的钱都转到了自己父母那里，名义上是孝敬老人。那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，白天要在公司装作若无其事，晚上回家还要面对婆婆那副得意的嘴脸。我开始失眠，食欲也不好，朋友们都担心我的状态。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表面上还在歌唱，内心却已经盘算着如何逃离这个牢笼。
闺蜜小李看我憔悴的样子，忍不住问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最近看起来很不对劲。”我苦笑着摇头：“没事，就是工作有点累。我不能告诉任何人实情，万一传到婆婆耳朵里，我的计划就泡汤了。”终于，约定的日子到了。那天早上，婆婆特地起了个大早，还化了妆，仿佛今天是什么大好日子。儿媳妇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她兴奋地问。我点点头，准备好了。老公也换了身新衣服，还说：“老婆，等这事办完了，我请你吃大餐。”我看着他们母子俩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心里涌起一阵悲哀。他们真的以为我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傻子吗？出门前，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3年的家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不再是我的家了。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到了民政局门口，婆婆还在那里叮嘱我们：“记住，就说是性格不合，不要提买房的事。”排队等候的时候，我听见婆婆在给她朋友打电话：“对，今天就办。”我儿媳妇可配合了，一点都不闹。等买完房就是一家人了。她说的那么理所当然，好像我就是一个为了他们家利益可以随意牺牲的工具人。办手续的过程很快，工作人员问我们：“确定要离婚吗？有没有考虑清楚？”我看了一眼老公，他正紧张地看着我，生怕我突然反悔。考虑清楚了，我平静地说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婆婆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芒，她以为她赢了。出了民政局，婆婆立刻恢复了慈母的嘴脸：“儿媳妇，你放心，等买完房，咱们就复婚，到时候房本写你名字。”我心里冷笑，嘴上却说：“好的，妈。”老公拍着胸脯保证：“老婆，你放心，最多3个月我们就复婚。”这就是个过场。过场，我心想，是啊，确实是个过场，只不过结果和你们想的不太一样。第2天，婆婆就迫不及待地拉着老公去看房，她以为我搬回娘家了，就肆无忌惮起来。可惜她不知道，我根本没回娘家，而是在附近租了个房子，专门盯着他们的动向。那天下午，我跟着他们到了售楼处，透过玻璃窗，我看见婆婆和老公正在和销售员谈得热火朝天。我装作无意中路过，走进了售楼处。哎呀，这不是老公和妈吗？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故作惊讶地问。婆婆和老公都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我。儿媳妇，你怎么在这？婆婆有些慌张。我朋友要买房，我陪他来看看。我撒了个谎，然后看向销售员：“请问他们买的是哪套房？能让我看看合同吗？”销售员不明所以，把合同递给了我。我一看，顿时血往上涌。购房人只写了老公一个人的名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指着合同问：“为什么只有老公的名字？”婆婆支支吾吾：“儿媳妇，你听我解释，先写老公名字是为了贷款方便。”放屁！我终于忍不住了，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写我的名字。老公低着头不敢看我，妈说这样操作更保险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他们说：“你们骗我！什么假离婚，什么为了家里好，你们就是想把我踢开。原来从一开始，我在这个家庭中就只是一个免费的工具人，所有的付出都是一厢情愿。”婆婆见事情败露，索性撕破了脸：“儿媳妇，你也别闹了，房子本来就应该写男人的名字，这是规矩。”规矩？我冷笑。那你们逼我假离婚的时候，怎么不说规矩？那不一样。婆婆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，帮家里做事是应该的。”我终于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。
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外人，一个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。我的感受不重要，我的尊严不重要，只要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就行。当天晚上，我哭了整整一夜，不是为了失去的婚姻，而是为了自己的愚蠢。我竟然真的相信了他们的鬼话，以为他们还有一丝良心。第二天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既然他们要玩，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只不过，游戏规则要由我来定。我先去了银行，把我名下所有能动的资产都转移了，然后去了房产中介，把我婚前买的那套小公寓挂牌出售。接着，我给公司的法务部同事打了电话：“小王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想了解一下离婚后财产分割的具体操作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手里的离婚证，心里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。谢谢你们的贪婪，让我看清了什么是真心，什么是算计。离婚后的第3天，我突然变得特别配合。我主动给婆婆打电话，温柔地说：“妈，我想通了，您和老公做得对，为了家里的未来，我愿意全力配合。”婆婆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行，我就知道儿媳妇是明事理的，妈没看错人。我咬着牙说：“妈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说，跑手续、提供材料，我都配合。”好好好，婆婆笑得合不拢嘴。明天你就去银行，把你的工资流水和收入证明都开出来，贷款要用。挂了电话，我冷笑一声，他真的以为我还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傻子吗？第二天，我确实去了银行，不过不是为了开证明，而是为了转移剩下的资产。我把股票全部抛售，基金也全部赎回，连零钱通里的钱都赚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婆婆开始在邻居面前炫耀，我儿媳妇可听话了，让她离婚就离婚，一点都不闹，现在还主动帮忙跑手续呢。王大妈提醒她：“老李，你这样不怕她真的跑了？”婆婆哈哈大笑：“跑？她能跑哪去？没了我老公，她什么都不是。再说了，现在这些年轻人，谁不想要房子？她比谁都着急呢。”我在楼下听到这些话，气得想冲上去撕烂她的嘴，但我忍住了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接下来几天，我表面上更加积极，我帮着跑贷款手续，协助办理各种证明，甚至主动提出垫付一些费用。婆婆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，还在亲戚面前夸我们家儿媳妇就是懂事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好糊弄。她不知道，我每垫付一笔钱，都会保留好凭证，每办一个手续，都会留下证据。我要让她知道，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就在一切都进行得顺风顺水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那天晚上，老公神色慌张地给我打电话：“老婆，出事了，银行说我们的月供要2万块。”什么？我假装惊讶，不是说好了15000吗？妈为了多买点面积，贷款金额增加了，但是我的工资只有8000，根本还不起。老公的声音都快哭了。我心里暗爽，嘴上却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银行说必须要有稳定的收入证明，还得有共同还贷人。老婆，你能不能？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明知故问，你能不能和我一起签贷款合同？这样银行就批了。我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：“可是我们已经离婚了，那我们马上复婚。”老公急忙说：“手续很快的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复婚？那房本写谁的名字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。过了好久，老公才小声说：“我妈说，先写我的名字，等贷款批下来再加你的名字。”又是这套说辞。我心想：老婆，求你了，我妈都急出心脏病了。老公哀求道。我装作考虑了很久，最后说：“这样吧，
我明天去看看房子，如果满意的话，我们再商量复婚的事。老公如释重负，好的好的，明天我和我妈一起陪你去。挂了电话，我靠在沙发上，心情五味杂陈。他们终于尝到了贪心的苦果，可惜还不够。我就像一个耐心的猎人，等待着最佳的时机给予致命一击。第二天，我确实去看了房子，那是一套3居室，户型还不错，但价格确实虚高。怎么样，儿媳妇，这房子不错吧？婆婆讨好地问。我点点头，房子是不错，但是这个价格不是问题。婆婆赶紧说，现在买了，以后肯定升值。我看着她那急切的样子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复婚？我问。随时都可以。老公说，明天就去领证。我摇摇头，不急，我得先把我这边的事情安排好。什么事情？婆婆紧张地问。我在考虑换工作，新公司的工资比较高，这样我们的还贷压力会小一些。我撒了个谎。婆婆一听，立刻眉开眼笑。好事啊，工资越高越好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公司老板打来的。喂，老板。我故意大声接电话。小林啊，明天公司年会，你一定要来参加。对了，听说你最近有什么困难，需要公司帮忙吗？电话里传来一个温和的男声。我看了一眼婆婆和老公，他们都竖起了耳朵。没有什么困难，谢谢老板关心。我客气地说。那就好。对了，最近公司要提拔一批管理层，你的名字在考虑范围内。我的心跳加速了，不过不是因为升职的消息，而是因为一个更大胆的计划在我脑海中形成。好的，老板，明天见。挂了电话，婆婆立刻凑过来。儿媳妇，是你们老板，他刚才说什么升职？我点点头。公司要提拔我当部门经理，工资会涨不少。婆婆和老公对视一眼，眼中都闪过贪婪的光芒。太好了，婆婆兴奋地说。那你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我看着他们那副嘴脸，心里涌起一阵恶心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他们就会知道，这个工具已经不属于他们了。第二天的公司年会，我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换了新发型，穿了一条漂亮的裙子，整个人看起来焕然一新。年会上，我意外地受到了很多关注。平时不怎么说话的总裁陈浩，竟然主动走过来和我聊天。小林，你今天看起来很不一样。陈总温和地说。我有些紧张。谢谢陈总，听说你最近有些私事要处理，如果需要帮助，公司随时支持你。我看着他关切的眼神，心里涌起一阵暖流。在家里，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我的感受。谢谢陈总，我没事的。那就好。陈总顿了顿，然后小声说，我能私下和你聊聊吗？我点点头，跟着他走到了阳台上。小林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很久了。陈总看着远方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我愣住了，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。是的，我如实回答。陈总转过身看着我，眼中有我从未见过的温柔。那我可以追求你吗？我的心跳得厉害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陈总，追求我？小林，我知道这样说可能有些唐突，但我关注你很久了，你很优秀，也很善良，我想保护你，给你幸福。我看着他认真的表情，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。陈总，叫我阿浩就行。他温柔地为我擦眼泪。我知道你刚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可以等你。在我最黑暗的时候，他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生活，让我相信世界上还有真正的温暖。我点点头，我愿意试试。从年会回来，我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
我开始相信，也许上天真的为我安排了更好的人生。陈浩，公司的总裁，年轻有为，关键是他真心关心我。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珍惜的感觉。我们开始约会，他会为我开车门，会记住我喜欢的话，会在我累的时候给我按摩肩膀。这些小事，我的前夫从来没有做过。1周后，陈浩正式向我表白了：小林，我爱你，我想娶你，给你一个真正的家。他握着我的手说。我看着他深情的眼神，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塌了。阿浩，我也爱你。就在我们确定关系的当天，前夫打来了电话：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复婚？银行那边催得很急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号码，心里涌起一阵厌恶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冷淡地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传来前夫震惊的声音：什么？男朋友？对，而且我们准备结婚了。不可能，你在骗我。前夫的声音变得尖锐。我冷笑一声：信不信随你，总之我们不可能复婚了。说完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半个小时后，婆婆的电话打了过来：儿媳妇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男朋友？你快回来，我们商量复婚的事。不用商量了，我平静地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开始新的生活。你疯了吗？婆婆的声音变得歇斯底里。你离开了我老公，什么都不是。那个男人能给你什么？他能给我尊重，能给我爱，这些你们永远给不了。胡说八道！婆婆气急败坏，你就是被人骗了，你给我回来！我没有再理他，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关机。当天晚上，陈浩提出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建议：小林，我们结婚吧。这么快？我有些惊讶。我等了你3年，现在终于等到机会了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。陈浩认真地说，我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让你再也不用受委屈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心里涌起一阵感动。好，我愿意。那一刻，我知道我的人生真正开始了。我和陈浩的婚礼筹备得很快。他说，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。婚礼定在1个月后，地点在市里最好的酒店。陈浩还为我定制了婚纱，那是我梦想中的样子，纯白色的蕾丝，长长的拖尾，像公主一样美丽。消息很快传了出去，公司的同事们都震惊了，小林要嫁给陈总。更震惊的是我的前夫一家。那天我正在婚纱店试衣服，前夫突然闯了进来，他看起来憔悴不堪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你真的要结婚？他难以置信地问。我穿着婚纱站在镜子前，头也不回地说，是的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复婚的，房子的事可以重新商量。我转过身看着他，冷笑一声，现在想起来商量了，晚了。倩倩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知道错了。前夫突然跪了下来，我们复婚吧，哪套房子可以写你的名字？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纷纷看向我们。我感到一阵羞耻，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这个男人的卑劣。你起来，我厉声说道，不要在这里丢人现眼。我不起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。前夫死死抱着我的腿。这时，陈浩闻讯赶来了，他看见这一幕，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放开他！陈浩的声音很冷。前夫抬头看见陈浩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。陈浩的气场太强大了，他在前夫面前简直就是天壤之别。你就是那个男人？前夫颤抖着问。陈浩没有回答，而是走过来，轻轻推开前夫，把我护在身后。小林是我的未婚妻，请你离开。前夫看着陈浩高大的身影和昂贵的西装，再看看自己寒酸的样子，眼中露出了绝望的神色。倩倩，求你了。
他还想说什么？够了，我打断他，我已经是陈太太了，你们的事与我无关。说完，我挽着陈浩的手臂走出了婚纱店，身后传来前夫撕心裂肺的喊声：倩倩，你会后悔的。我没有回头，我知道我永远不会后悔。婚礼当天，我穿着那件美丽的婚纱，挽着父亲的手臂走向陈浩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陈浩看着我，眼中满含深情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。我含着眼泪点头，我也会用我的一生爱你。就在我们交换戒指的时候，婚礼现场外传来了骚动声。我看见婆婆带着前夫想要闯进来，但被保安拦住了。那一刻我明白，真正的幸福就是有人为你遮风挡雨，让你安心地做最美的自己。婚礼结束后，我们去了马尔代夫度蜜月。在那个美丽的岛屿上，我彻底忘记了过去的痛苦，只专注于当下的幸福。蜜月回来后，我收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，银行打电话给我，说前夫他们的房贷出现了问题。陈太太，您前夫的贷款逾期了，银行要收回房产。他说您愿意帮忙还款。我冷笑一声，我不认识什么前夫，也不会帮任何人还款。可是他说您是共同借款人，我从来没有签过任何贷款合同。我坚决地说，如果有人冒用我的身份，我会报警的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暗爽，他们终于尝到了贪心的恶果。当天晚上，前夫的电话打了过来，倩倩，求你救救我们，银行要收房子了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冷淡地说，我妈都急出心脏病了，她在医院里天天念叨你的名字，那是她自作自受。倩倩，我跪求你了，只要你肯帮忙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听着她卑微的哀求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是陈太太了，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这个号码拉黑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接到过他们的电话。我和陈浩结婚后的生活非常幸福，他每天都会为我准备早餐，晚上会陪我散步，周末会带我去看电影、逛街。这种被宠爱的感觉，是我在前一段婚姻中从未体验过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陈浩从来不会让我受委屈。当有客户对我态度不好时，他会直接取消合作；当有同事说闲话时，他会为我出头。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被保护的感觉。与此同时，前夫一家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。那天我去超市购物，意外遇到了以前的邻居王大妈。哎呀，这不是小林吗？王大妈看见我，立刻围了过来。听说你嫁给大老板了，真是苦尽甘来啊！谢谢王大妈，我客气地笑笑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前婆婆现在可惨了。王大妈压低声音说，房子被银行收了，她和她老公现在租住在城中村的小房子里。我心里暗爽，表面上却装作惊讶。怎么会这样？还不是贪心害的。王大妈摇头叹气，好好的儿媳妇不要，偏要搞什么假离婚。现在好了，儿媳妇被人家大老板娶走了，他们母子俩净身出户，真是活该。旁边一个大妈接话道，我早就说了，那个老太太太精明了，精明反被精明误，可不是吗？王大妈点头。现在她老公也丢了工作，天天在家喝酒，邻居们都说报应来了。我听着他们的议论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虽然这是他们自作自受，但看到前夫沦落到这个地步，我还是有些感慨。对了，小林啊，王大妈神秘地说，你前婆婆现在见人就哭，说她对不起你，还说如果能重来，她一定好好待你。我冷笑一声，现在说这些
有什么用？可不是吗？王大妈赞同的点头。人家现在是陈太太了，过得好着呢，谁还稀罕她的后悔？从超市出来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虽然看到他们得到报应，让我解气，但我更庆幸的是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。真正的报复不是让对方痛苦，而是让自己过得更好，让对方看到他们失去的是什么。回到家，我把今天的遭遇告诉了陈浩。老婆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太狠了？我有些担心地问。陈浩抱住我，温柔地说：宝贝，这不是我们狠，这是他们自作自受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贪婪和算计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委屈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陈浩打断我，他们当初怎么对你的？把你当工具人，当赚钱机器。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这是天理循环。我点点头，心里的愧疚感消失了。陈浩说得对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。几天后，我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我们在巴厘岛度假的照片。陈浩为我包下了整个海滩，在夕阳下为我弹吉他。那些照片美得像电影画面一样。很快，照片就受到了很多点赞和评论，朋友们都羡慕我。小林真是太幸福了，陈总对你真好，这就是嫁对人的样子。我知道这些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前夫他们那里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失去了我，他们失去的是什么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我就听说前夫看到我的朋友圈后，哭了一整夜。他终于明白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，而是一个真正爱他的女人。可惜，世界上没有后悔药。现在，我每天都生活在幸福中。陈浩不仅给了我爱情，还给了我事业上的支持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很快升职为部门总监，工资比以前翻了几倍。而前夫他们还在城中村的小房子里为生活发愁。这就是选择的结果。有些路一旦走错了，就再也回不了头。1年后，我和陈浩的生活越来越幸福。我们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大房子，还买了2辆车。陈浩的事业也越来越好，我们成了圈里人人羡慕的夫妻。那天，我正在公司开会，秘书突然敲门进来：陈总监，有人找您。我走出会议室，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站在接待处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我的前婆婆。她看起来老了10几岁，头发花白，脸上满是皱纹。看见我，她立刻冲过来，跪在地上：儿媳妇，妈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吧！周围的同事都惊呆了，纷纷停下手头的工作，看向我们。您起来说话。我冷静地说：不起，你不答应我就不起。前婆婆哭得泣不成声，老公现在天天喝酒，工作也丢了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看着她，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。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女人，现在跪在我面前乞求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问：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吧，哪怕借点钱也行。前婆婆苦苦哀求。我摇摇头。当初你们逼我假离婚的时候，有考虑过给我活路吗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前婆婆哭得更凶了。我不应该那样对你，你是个好孩子，是我眼瞎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。我冷漠地说：您请回吧，我还要工作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电梯，身后传来前婆婆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但我没有回头。回到家，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陈浩。老婆，你做得对。陈浩抱着我说：有些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，但为时已晚。我是不是太冷血了？我有些不确定。不是你冷血，是他们太过分。陈浩轻抚着我的头发。当初他们把你当工具人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你的感受？我点点头，心里的负担彻底放下了。
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这是成年人的基本常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听说前夫因为酗酒住进了医院，前婆婆也因为承受不了压力得了抑郁症。我没有任何同情，只是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现在的我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。陈浩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，让我体验到了什么叫做被珍惜的感觉。我们正在计划要孩子，准备迎接新的生活。回想起过去的那段经历，我充满了感激。如果不是他们的贪婪和算计，我永远不会遇见陈浩，也不会有现在的幸福生活。有时候，失去是为了更好的得到；有时候，结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。那些试图利用你的人，终究会被自己的贪婪所毁灭，而那些真正爱你的人，会用一生来保护你。我学会了一个道理：女人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，更要有说不的勇气。当你足够强大时，全世界都会对你温柔。现在，我不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工具人，而是一个有尊严、有价值的独立女性。我有爱我的丈夫，有成功的事业，有美好的未来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多少财富，而是有人真心疼爱你，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。当你遇到这样的人时，一定要好好珍惜。至于那些只会算计利用你的人，就让他们在自己编织的贪婪网中自食恶果吧。你的善良要留给值得的人，你的爱要给真心爱你的人。这就是我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最宝贵的人生感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